日本始终也没有真的想过说灭亡中国，或者是吞并中国。日本想的就是说一点一点来。日本最开始并没有想在上海跟中国开战。这个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上海是西方列强的这个大本营。上海淞沪战役打的是全世界最怪的一场战役，因为上海存在着大量的西方的租界、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双方100万大军打，只在华界打。就租界一颗炮弹都不能落，就是两边在苏州河以北以及，就在跟租界一条街之隔的华界里打的，就是打成一片废墟。但是在租界里，大家依然看好莱坞电影，大家依然歌舞升平，讲非常的寄希望于英美的调停，就是国联的这个会。今天要说个沉重的话题，这个跟大家逗逗乐儿，说各种美国的事儿，说了好多期，今天说说跟咱们自己国家息息相关的是，因为钓鱼岛这件事情，然后，大家把中日之间的各种夙愿，这个，两国又都翻出来了，然后，包括，各种西方的媒体也都翻出来各种这个历史给大家。我觉得时不常翻出这种事儿有点意思，就是等于是让大家时不常复习一下历史。有关钓鱼岛的事儿我就不说了，因为。牵扯到各种敏感的小事情，那我就说说抗战的事情，因为我觉得抗战这件事是板上钉钉的，就没有什么可争议的，就日本就是强盗侵略者法西斯，中国就是保家卫国，这个千万中国人民为了国家牺牲，所以这个事儿是坚定的，没有任何可怀疑的。那我来就像是以前说朝鲜战争一样，就我不去具体的复述，比如说淞沪战役的过程啊等等，大家能在百度上或者是wiki 上能够搜到的那些现象我就不多说，我就说一些我觉得值得说的一些点吧，就是就像朝鲜战争那期一样，说一些我觉得值得跟大家分享的一些，以及大部分的历史书里并不详细的去讲前因后果或者是背景啊等等这些事情。这个我大致想讲一下淞沪战役的这个背景。日本呢，其实在抗战之前，虽然屡次的赢了中国，不管是琉球的这个灭亡和朝鲜的被日本灭亡，甲午战争因为朝鲜爆发的甲午战争，我军大败，然后赔款啊等等啊。屡次的欺负中国啊，这个一战以后又把青岛抢走了，北伐的时候又在济南搞了一下，然后30年又在上海打一下，打19路军奋起抗战这个的著名的128抗战，然后屡次的小赢中国，这个当然甲午是大赢啊，甲午大赢导致了我国赔款日本2亿两白银，差不多占到日本政府那时候日本政府的全年收入也就几百万两银子，差不多占到日本好几十年的收入，就日本的明治维新。当然了，日本图强是最根本的原因，但是拿中国这2亿两白银，这个振兴了日本各方面，使日本快速的超过中国，是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因为其实甲午战争之前，日本是没有中国，就不管是 GDP 啊各方面还没有中国强。但是这么多年以来，可能因为长期形成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威望吧，日本始终也没有真的想过说灭亡中国，或者是吞并中国。日本想的就是说一点一点来，就是他其实想的就是说先把东北弄一弄，所以918把东北弄了，然后后来热河那儿又搞一搞，察哈尔搞一搞。实际上卢沟桥事变的时候是更多的是日本军部吧，日本政府还真的没有想到那么远，日本军部是想再挑起点事儿把华北能够搞下来，所以其实日本最开始并没有想在上海跟中国开战。这个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上海是西方列强的这个大本营，在亚洲的那么多的租界、法租界、公共租界，那么多的公司利益都在那儿日本呢又不想正面的跟英美来冲突，所以最开始其实并没有想在上海跟中国打一仗。这只是说，把华北像东北一样搞下来，慢慢蚕食中国，黄河以北啊等等，但是日本由于逼得我们实在是
一步又一步，一步又一步。918上海，32年，第2年就是128，然后现在又搞卢沟桥，又搞华北，所以呢，这个以蒋介石为首的这个政府呢，就决心干脆，咱们也别让你一步一步的弄死，咱们就干脆跟你就来吧，就打吧。所以实际上是我军想到的，说干脆就在上海跟你干。因为这个上海是国际观瞻所在，你在上海打，那就吸引国际。因为我们当时有一个，希望国际就是那个联盟来这个国联来调解的这么一个愿望，啊，也希望把日军的暴行暴露在全世界的镜头下，然后，把我军英勇抵抗。因为我们东亚病夫已经这个深入人心了，所以，当时中央政府就最后决心说，我们不要在华北这个一点一点的被他打，我们干脆在上海跟他拼了算了，所以就决心在淞沪，在上海，实际上就是淞沪战役，实际上就是在上海打的战役，这个去打一大仗。其实呢，是政治上考虑更多，其实在军事上在上海打是非常不利的。我们很早以前在德国顾问的中央政府的军事顾问都是德国人，在德国顾问的建议下，我们其实就已经在离开上海相当一段距离的江苏苏锡常一带建了2道防线。其实当时考虑得很清楚，因为日本海军是超强的，日本海军是和英美海军并列世界最强的海军，所以才有珍珠港事变能全歼太平洋舰队。尤其是最新式的航空母舰，这个日军是，有6艘大型航空母舰，还有几艘小的，这个实力连英美都没有啊，美国也没有6艘大型航空母舰，英国根本就没有大型航空母舰，都是一些小的。最开始我们设计的和日本如果开战的话，其实设计是不能在上海打，因为在上海打直接就面临在舰炮炮口下。大家知道这个舰炮啊，这口径比陆军的炮要大得多得多。当时当然大和武藏两艘舰还在建啊，但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舰炮已经到了16英寸，就是406毫米，这么大，半米的直径的这么大炮，一颗炮弹1吨多，日本陆军最大的炮也就150多毫米，150毫米什么这样的，所以我军不愿意暴露在日军舰炮下，所以从来没想过在上海开战，因为上海直接就面临着日本大批军舰就来了，然后航空母舰上的飞机，那就是不但多，而且素质非常高，因为日本海军航空兵的素质是远超空军的，所以原本我军根本就没想过在上海打，但是最后由于政治的原因，就是为了在全世界面前争口气，最后决定在上海开打。当时中央军主力我应该说并不在上海前线，上海前线当然有几个师，但是最主要的中央军这个是在西北。为什么在西北呢？这都是我就说你维基还是百度百科，他不会讲这些，就是这些背景，但是我觉得这些背景比打的过程更加有意思，这才是开始抗战的时候整个中国的状态，以及中国人民、中国军队的那种状态。当时中央军主力是在西北，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就在这场战争7个月前爆发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张杨抓了蒋。当然最后解决大家都知道是张陪着这个蒋回了南京，然后张被扣留了。张被扣留了以后，这几十万东北军可不干了，所以东北军就又分裂成年轻的少壮军官，要跟中央军拼了，要救张。然后老成持重的这个将领就是想要听张的旨意，就是和解啊，等等等等等等。当然还爆发了刺杀了这个少壮派军官刺杀了张学良留在这个西安的，其实东北军统帅也被少壮军官刺杀了。然后东北军就是气势汹汹要跟中央军拼，所以中央军的大部主力都开进潼关，北上西安，然后幸亏没打哪儿呢？就是我军其实起了一个很好的作用，因为最开始西安事变的时候是3方都有联络，就是在陕北的红军，然后在西安的东北军，当然还有张学良杨虎城的西北军。杨虎城那支西北军是很弱小的啊，跟冯玉祥体系下面的就在华北的这些西北军是不能比的，它实际上是陕军。虽然我们在历史课本里管它叫西北军，但是其实区别于真正的冯系的这些精锐的西北军，它就是陕军的一支西北军的杂牌，其实是最主要的是张学良然后
东北军是很强大的。当时是叫三位一体，或者叫三军联防，达成了秘密协议，就是说，如果中央军开进潼关，那就红军、东北军、西北军共同就陕军吧。我就一直不想管杨虎城这支部队叫西北军，因为西北军是有五虎上将13太保的另外一个体系，就是杨虎城的陕军，三军联防，一起抵抗中央军。但是中央军开进潼关以后，红军实际上违背了这个跟张杨的协议，红军撤退了，就是并没有形成三军联防的这条防线，红军撤回了陕北根据地。这个当然了，那我党我军有自己的考虑啊。这个除了我党我军以外，其他的不管是中央军还是谁，都不是朋友，都是那个，只是说有的爱国，有的不爱国，但是都是资产阶级的部队，所以我们撤走了，导致东北军一片混乱，说这个原来的三军联防瓦解了，然后张学良被抓了，然后杨虎城出洋了，所以在东北的这支东北军呢，就跟中央军最后达成了协议，就是开拔到其他地方去啊，等等等等，正在弄这个事儿。所以当时国军、中央军的主力的陆空军、空军也都还在西安，就是为了当时要跟镇压，就是弹压吧这一大股东北军。所以突然间这儿一开战，上海一开战，实际上我想说的是，并不是卢沟桥事变是让全国人民认识到这是全面抗战。但卢沟桥事变大家还是认为是个地方性的冲突，真正让全国人民认识到这是全面抗战，就跟日本拼了，就是淞沪战役开始。那中央军从西北大规模的向上海调动，那西北人民经历了各种内战等等等等的，全国人民实际上都是，因为我看到宋希濂回忆录，就是3个德械师里36师的师长是宋希濂，宋希濂回忆录写到说，打了那么多年的内战，终于大家就扬眉吐气要到前线去抗日了，然后从西安出发，途经所有的火车站，人民全都，就是送水送饭，然后各种歌唱，就是去欢送我们中国光荣的军队。所以36师从西安调过来，然后中央军全体主力从各地，主要都是西北跟江南吧，这个江北就是调过来，然后在前线跟日军打了3个月，这3个月打的当然是非常惨烈的。我刚才前面已经讲了，就是上海本来就并未预设成战场，就是因为日本舰炮炮口下跟航空母舰的这个飞机的这个笼罩下，这个仗是非常难打。结果事实情况也是这样，日本大批军舰停泊在长江上，直接炮击我军阵地，而且上海是非常狭小，我军上去60-70万人，日军上来20多万人。这100万大军集中在上海非常狭小的地方，而且，上海淞沪战役打的是全世界最怪的一场战役，因为上海存在着大量的西方的租界、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公共租界的苏州河以南的这部分是由英美法意共管，然后苏州河以北的这点公共租界是日本的，所以当然也是战场了。所以打这个仗打得还特别怪，双方100万大军打，只在华界打，就租界一颗炮弹都不能落，因为双方都不想得罪英美西方列强。所以仗打得特别古怪，就是两边在苏州河以北以及就在跟租界一条街之隔的华界里打的，就是打成一片废墟，整个上海闸北区100%的建筑都被摧毁了，虹口区70%的建筑被摧毁了。但是在租界里，大家依然看好莱坞电影，大家依然歌舞升平，然后当然了，有大批难民逃进了租界，租界的西方的军队在那站岗，就是规定中日双方不管谁进到租界都缴械。不管日军被追击了跑进租界，你得缴械进来，然后中国军队也是，你被打了，你退到租界来，你也要缴械。所以大家看到著名的这个88师，就我说秦汉他爸爸孙元良这个88师下面的著名的谢晋元团，大家都知道4行仓库800壮士守4行，这个其实没800人啊，谢晋元也不是真的团长，他是个团参谋，然后团副吧，那代理副团长。实际上带着也没有一个团的兵力，有400多人，在4行仓库坚守的时候，就发生了又感人又滑稽的一幕。因为4行仓库正好就在租界跟华界的这分界，就是苏州河，苏州河以南就是租界，然后苏州河以北就是华界，所以4行仓库正好在苏州河以北，就在河边，所以这边打的血雨腥风，枪林弹雨。那边苏州河以南，苏州河很窄啊，苏州河不像黄浦江或者长江那么宽，是一条很窄的河。然后所有的中国老百姓就站在苏州河南岸观战，当然了，里面也发生了这个动人的事迹啊！大家
送水送饭，更有一个高中生叫杨惠民好像叫，然后因为四行仓库上面高高飘扬的国旗，然后被打得已经成了布条，然后那高中生跳进苏州河，高举一面崭新的国旗，然后游过苏州河，紧接着四行仓库顶上升起了崭新的一面飘扬的国旗，然后全体中国老百姓站在这个苏州河南岸看得热泪盈眶。这个在战争史上谁都没见过，两军在激战的时候，100万大军激战的时候，能有大批老百姓在旁边观战，就是因为当时上海的这个非常奇怪的这个现象啊，所以八百壮士的结局其实也很少有人讲。八百壮士结局其实是最后跟租界达成协议，撤进了租界啊，当然是按照租界的西方列强的规定，就是要缴械。所以谢晋元带领着最后的八百壮士的残余，退进了租界缴械，然后被当作战俘，然后关在一个中学里面啊。当然谢晋元后来被汉奸刺杀了啊。汉奸多如牛毛，我看到陈诚的回忆录里非常愤怒地说，汉奸多如牛毛，就日本飞机一飞过来，满地的小镜子向天上反光，就是汉奸拿一个镜子向天反光，从天上就能看到这镜子反光是亮的，就知道这是中国军队的炮兵阵地，那个是中国军队的什么汉奸多如牛毛，割电线的，送情报的，拿小镜子这个冲天上给日本飞机指示的，等等等等。这个是我中华民族一直以来的始终的一个伤痛吧，就是不管是蒙古人来、满族人来还是日本人来，就是汉奸多如牛毛打得非常的辛苦。因为你想几十万大军集中在那么狭窄的地方，当时已经到什么地步，就一颗炮弹过来能消灭一个排，因为太密集，大军在那儿在密集，就是尤其是舰炮，虽然日本没有来战列舰，刚才我说的那个406就是16英寸406毫米的那这么大的炮的战列舰，日本海军强到什么程度？这么大的炮的战列舰，全世界当时只有7艘，当时叫世界海军叫 Big Seven， 就是七大佬其中3艘美国的，2艘英国的，2艘日本日本当然后来还下水了大和武藏2艘460毫米巨炮的这种大舰。当然在淞沪战役的时候来的都是巡洋舰，但是巡洋舰也是208英寸的200多毫米的大炮，所以当时我军伤亡之惨重简直难以形容。就是我看到冯玉祥回忆录里讲的，因为最开始淞沪前线的总司令是冯玉祥，虽然前敌总指挥还是张治中将军冯玉祥说差不多一个师，就是普通的地方上支援过来的一个师，拉上去4个小时就完了，就报销了。然后一个精锐的师拉上去8个小时，最多坚持1、2天就报销掉那只有国军最精锐的这几支部队，就是我说的3个德械师，还有后来拉上来了陈诚的这个自己的当看家的学本叫土木系，就是陈诚的叫11师18军，11跟18加起来正好是土木2个字，就拉上来陈诚的看家学本，就是罗兆英集团军里面包含了国军最精锐的18军跟74军。大家知道解放战争时期叫国军有5大主力分别是远征军的新1军、新6军，然后18军、74军跟第5军。这个罗兆英集团军里就集中了18军、74军2支国军最精锐的2个军，然后那样2个军也只能大概坚持个1礼拜，也打报销掉当时孙立人将军当时还不是远征军的新1军军长因为当时5大主力的时候，新1军是孙立人将军当军长。就是所有的当时我们叫军阀吧，我不想叫军阀，但地方派系，包括中央各个派系，都把自己看家学本拿出来往前线，就是绞肉机，就是大家一起往绞肉机里填。当然了，地方上为什么最后能够众志成城，就把自己看家的东西都拿出来了，就是因为先把自己看家学本拿出来拼光了。所以地方军阀，我们不叫军阀吧，地方派系一看说你中央军已经上去拼成这样，就差不多我们也不再担心说中央军要怎么吞并，那大家都拼了。宋子文的财政部是最有钱的，宋子文自己有一支私人武装，其实也不能叫私人，就是他财政部下边有一个叫税警总团，税警总团全副德国装备，而且由清华大学毕业，然后到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毕业的孙立人将军统帅税警总团。税警总团这名字虽然不好听，但是实际上它相当于一个师，相当于跟36、87、88 3个师差不多，甚至更精锐的一个师，就是财政部自己下属的。
宋子文作为国舅也拼了，自己把税警总团也拉上去了。孙立人将军率领税警总团上前线，也是上去就全报销。孙立人自己负伤13处，然后就直接治伤去了。后来才统帅远征军的新一军打回中国啊，等等等等，就是不但中央军上前拼光啊，地方各个派系这个全都上前把最精锐主力投入到了淞沪战场。所以淞沪战役跟其他战役是没法比的，因为所有精锐，大家可以看到，淞沪战役牺牲了数十位少将以上的将领，这个牺牲的最高军阶的是67军军长这个吴克仁将军。67军就是东北军里面的最精锐部队，是张学良下面最精锐的一支军。那其实东北军之前还跟中央军在西北，在西安对峙，两边还要内战，啊，抗战一起，东北军、中央军一起开赴前线。67军一个军打废了以后，从军长、中将吴克仁将军以下，一共有5位少将以上的将军牺牲在前线。然后中央军就不说了，中央军的德械师的每个师都牺牲1、2个将军。桂系最精锐的主力，这个就是第7军。大家知道，国民党的主要的军队派系就是从北伐开始那7个军开始的。北伐的第1军就是黄埔系，就是后来发展成所谓的中央军，就是第1军。第4军就是广东的军队，就是叫粤军。第4军在北伐中间是屡立奇功，所以叫铁军。我党的叶挺独立团就是在第4军下面的独立团，所以当时那个铁军其实并不是单指叶挺独立团，铁军指的就是第4军。当然，在我们的历史里，当然是铁军指的就是，当然也可以，就是第4军里面的独立团叶挺团也可以叫铁军。然后第7军桂系的广西部队叫钢军，因为在北伐的时候，第4军、第7军是立功最多的。桂系就是以第7军发展起来的桂系，跟蒋打了那么多年，蒋桂战争、中原大战等等等等。当然一直保有着广西。这一次由于中央军在前线打，广西也大阅兵，广西的所有军队以第7军为首，开出广西，开赴前线。第7军在淞沪前线也牺牲了2个将军，第4军在淞沪前线也牺牲了1个将军，等于是不光是中央军的东北军的精锐，然后桂系的精锐，然后粤系的精锐，甚至包括最远除了川军没有赶到因为川军大家也誓师出征，因为川军那各位姓刘的也爱国，那最后川军出征的时候，到了前线的时候，淞沪战役已经结束了。所以川军呢是最后参加了淞沪战役之后的就不叫徐州，就台儿庄战役吧，其实就整个徐州会战的一部分。所以淞沪战役首先因为政治，而不是因为军事在那里开战。在军事的话，根本就不能在上海打，一定要退到当时德国顾问，在德国顾问的指导下建立了2条防线，叫做芜湖线跟西城线，就集中在苏锡常地区，有钢筋混凝土的工事，然后有炮兵阵地等等等，但是都没有在那儿打，一直打到最后，其实已经打不下去了。尤其是日军的主力的又一个军第10军从杭州湾登陆，从背后包围中国军队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所有将领都劝蒋说我们应该撤了。这个时候还能成建制的撤下来，还能退到那2条防线，去跟日军继续周旋。然后蒋非常的寄希望于英美的调停，就是国联的这个9国公约吧，那个国际会议希望谴责日本。当时正好9国公约要开会，那蒋就一直说我们再坚持几天，再坚持几天，这个时候我们不能败，我们一定要坚持到9国公约开会。结果是我们天真的中国人民高估了西方列强，在9国公约最后开会的时候，日本当然拒绝出席，日本说这不是国际问题，这是中日的问题。那其他的西方列强也没有做出什么强硬的表态大家也不愿意掺和这个事儿，所以可是这个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其实如果淞沪战役提早1星期结束或者10天结束的话，不会导致南京那么快被占领或者那么崩溃性的大撤退。淞沪战役打到最后，就是因为政治上坚决要求坚持，在日军又一个军大批3个师团已经在杭州湾登陆包抄我军背后的情况还在坚持，最后导致了淞沪战役前线国军的总崩溃。实际上淞沪战役最后不是以撤退结束，是以国军全线崩溃。然后淞沪战役最后我军牺牲了20万人，就伤亡20万人吧，也是我军伤亡最大的一次战役。日军伤亡4万人，也是日军有史以来伤亡最大，在8年抗战里伤亡最大的一次战役。其实我军最大的伤亡在淞沪战这20万伤亡的将士里，最大的还不是在淞沪战役那3个月里，从8月开始打到11月，是在
总崩溃撤退的途中，导致了大崩溃，导致了日军沿线的这飞机轰炸、长江上的舰炮、追击的部队，导致我军全线崩溃。甚至导致我军到了西城线，就是已经预设的2条防线已经建好了，当然没有建完啊，当时都没有建完的攻势的时候，全军崩溃到找不到地图，找不到攻势的图，找不到钥匙，开不了门，导致那2条防线形同虚设，就有点像法国的马奇诺防线一样，就最后这2条防线也没打，大军溃退，就是潮水一般的过来那条防线，继续被日军追击。然后最后直接就导致在南京，导致了南京保卫战的大崩溃。南京保卫战葬送了我军最精锐的3个德械师，都已经在南京保卫战被完全葬送掉了。然后也导致了南京大屠杀，然后导致了就是后来的一系列崩溃。淞沪战役是抗战8年最大的一次战役，最大规模的战役，也是双方牺牲最惨重的一次战役。虽然其实最后一战抗战雪峰山战役也或者叫湘西战役等等也规模很大，但是那个时候日本已经穷途末路，然后基本士气全无，面临投降。我军那时候已经是全副美械，然后怀着对胜利的期待，最后一战实际上是给胜利献礼。那雪峰山战役其实从人数上来讲，各方面规模来讲也很大，但是真正的打起来，打到最狠的，双方拼了命的，以及决定8年抗战格局的，就是淞沪战役。淞沪战役从规模上，双方全加起来有将近100万人，这个我军70多个师，然后几乎所有的国军精锐全部上阵，然后日军也是，日军9个师团，日军1个师团差不多会比人数上会比我军的一个军，差不多，比我军中央军的军稍微人少一点，但是比我军大部分，地方部队，我就不用杂牌这个词了，我觉得杂牌这个词有点，侮辱一些地方部队，就是比大部分的地方部队要大，人数上比中央军的一些主力的军要小一点，但是战斗力上，差不多，我觉得，至少相当于中国一个集团军的这个战斗力吧。日本当时大概只有常备师团只有16个，已经9个来到了淞沪战场，所以这场战等于是加上华北战场上还有大概5、6个师团，东北还有防备苏联的，所以基本上日本国内就剩2师团，最多的打到最狠的时候，日本国内全国只剩1个师团在国内，全部都上了前线，而且日军的这个常备师团是战斗力最强的。日军后来发展成很多师团以后，实际上是稀释了就是他原有常备师团的这个很多精锐的骨干吧，尤其从番号就能看出来。你看到日本10几然后11几师团，其实都是从0几，比如说5师团去稀释出来，就变又多出一个105师团，比如16师团稀释出来变成116师团。所以日本最开始参战的这些都是日军的常备军的最精锐部队，我应该说一下，当时中国军队这个蒋系的中央军是从装备到训练到各方面的战斗力士气都远远的超过其他各地的地方部队，当然我没有完成准备，因为本来准备抗战的是准备从德国进口以及德国训练36个师中央军的师，然后拿这个中央军去和日本打。但是日本这个提前在37年就开始动手了以后，我们其实只完成了3个师的，就是叫德系师吧，3个德械师，36、87、88 3个师，其中88师师长还是我们著名的大帅哥秦汉的爸，叫孙元良，这3个师是最精锐的当时，还有3个半德械就还没弄完，剩下的师都还没开始整理。但是这时候已经等不及了，时不我待，所以，率先由中央军最精锐的3个德械师上阵，就是进攻上海。上海当时并没有大批的日军，因为大批的日军5个师团都在华北，在横扫华北的各种西北军中，上海只有几千个海军陆战队，所以当时的想法是说，先把最精锐的中央军拉上去，然后先把海军陆战队消灭，等于说在上海没有日军据点的情况下。然后让日军来登陆来增援，在上海跟日军大打。128抗战的时候，其实不光是19路军在前线打，
中央军也派了当时叫第5军，就是由张治中率领的几个精锐的师也去支援了，也打了。所以当时由张治中将军是蒋系中央军的叫8大金刚之一吧，应该算8大金刚排在最前面的，也曾经做过蒋的师从室主任，是蒋最亲信的将领吧。这一次又是张治中将军这个率领3个德械师，先冲到上海。张治中将军是抗战名将，也是建国以后留在国内的国军最高将领，留在国内的就是张治中将军，因为是国共谈判代表团的国方的代表团团长，最后留在了国内。这个也是因为其他的，比如傅作义啊什么李宗仁，他们都不是中央军的，他们都是地方的派系，所以他们留下来或者回来是正常。中央军里有一个上将留在这儿，这个是张治中将军是唯一的一个。我在之前很久以前讲过中原大战，中原大战以后有一个后遗症，就是当时蒋介石为了让张学良支持他，因为蒋介石快打不过了嘛，张学良支持他，所以就跟张学良的密谋就是说，如果张学良通电支持蒋，支持中央政府，就黄河以北都归张学良，所以导致中原大战之后，一直到这个卢沟桥事变，就是开始抗战，这黄河以北几乎就没有什么中央军。虽然918之前，当然东北军都已经入关了，因为黄河以北归了张学良以后，东北军就入关了嘛，那您都是他地盘嘛。当然这也直接导致918的时候，东北其实非常空虚，大概只有2旅在东北，还要防御苏俄，导致东北军主力都不在东北，日本乘虚才把东北占领了。918的时候，这都是中原大战的后遗症，就叫内战后遗症吧。然后呢，导致了这个整个黄河以北没有中央军。本来是东北军和大量的就是被东北军收编的，原来被蒋介石打败的西北军，就是大家知道29军宋哲元这个有史以来国军最大的一个军，因为西北军被张学良改编的部队，张学良只给3个师的番号，就一个军其实是养了10万西北军，所以卢沟桥事变之后，很快那29军就改编成了3个军，就是大家后来知道的著名的张自忠将军。我们现在录像这个地方就在张自忠路。张将军的59军，刘汝明的68军和冯治安的77军，这都是西北军。然后再往南一点也是西北军，孙连仲，然后还有西北军原来的10有3部，然后山东是西北军的这个韩复榘。西北军自从中原大战失败以后，从一支能征善战的部队，慢慢变成了一支就是非常保守、非常胆小、非常谨小慎微，保留自己实力，因为他不是嫡系了嘛。原来他在冯玉祥那儿，他当然是嫡系了，西北军的嫡系，所以战斗力啊，各方面战斗的精神都不够。所以华北的抗战呢，这个就在西北军这个不停的纠结中一泻千里。西北军当时的思想是防日本跟防中央军差不多，日本都打进来了，西北军自己还发下各种命令说。坚决不让中央军染指，坚决不让中央军北上，等等等等。因为西北军或者这些地方军最怕的就是，中央军利用，比如曾经利用过追红军，然后就深入到各地去，然后这次又利用日本，然后又来，所以中国这个问题就是大家心里各怀着那种自己小地盘的，这个鬼胎吧。所以当然了，西北军也打了，也确实有为国牺牲的。张自忠是后来牺牲的，赵登禹、佟麟阁将军牺牲在北平。但总的来说，华北一泻千里。这个当时最恨日本的东北军，由于918之后跟蒋和张之间反复博弈，张学良的带领全部东北军离开了华北，就到了大家当然都知道到了西安，才有了西安事变。所以东北军主力都在西北，西北军反而在华北。这个，所以当时的形势是非常复杂，所以最后，中央军。最后是进到了山西一部分中央军，所以在山西抗战是打了几场很好的，优秀的战役吧，忻口战役啊，等等等等，包括我军的平型关战斗，就是在那个忻口战役里面的一次战斗，那是有中央军在前线，卫立煌的中央军，然后和傅作义的晋绥军在山西是打了比较坚决的战役，所以当时中央军。最后说，那咱们就在上海打。最后蒋下决心说，我们在上海打，给全世界看。我们其实的信心还是来自于说英美能够遏制住日本，但是在军事上，导致了这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最严重的问题其实是士气问题，因为淞沪战役
集结了中央军全部的精锐主力，以及桂系的以第7军为首的、粤军的以第4军为首的、东北军的精锐主力，全部都拉上了前线。除了西北军都在华北被5个师团横扫，当然华北后来师团也都运到了淞沪前线啊。淞沪前线后来就变成了不停的增兵，从日本国内、从华北、从东北前线，导致了很多后来的就是整个格局的变化。我军觉得以如此全军精锐上阵，被打残，然后被打到全军总崩溃，然后日军9个师团横扫中国70多个师，然后这个对我军后来抗战的士气是有了巨大的影响。实际上，在淞沪战役结束之后，去的时候人人都是热血爱国，军人们真的都是写血书的，然后等等等等的上前线。但是打了那3个月，目睹那么惨烈的被那个伤亡之后，其实造成了当时江浙一带大批的散兵游勇，做下了很多，比如说烧杀奸淫等等那些事情。因为大家都觉得我是怀着爱国心来的，但是最后被打成这样，然后而且我们的整个中国的后勤系统又不好，伤兵又得不到治疗，然后散兵游勇由于总溃退也没有收容，所以导致了爱国的那种士气，军队的士气受到了严重的创伤。再加上华北由于那些西北军当年的师三太保们在抗战前线表现好的很少，韩复榘也不战而退，石友三恨不得要当汉奸，宋哲元也不见冯玉祥，然后除了少数几个人，这个张自忠还能打，其他的都，所以当时导致了严重的军心涣散。日本之所以一直迟迟不下吞并中国的决心，只是在东北华北弄一弄，因为日本的在内部这个陆海军始终有着严重的分歧。这个陆军始终就没有想过要吞并中国，陆军一直想要跟苏联干，这个海军一直想跟英美干，这个在日本的军队里面是严重的。当然，日本的军队当时在法西斯日本是已经非常大的权力，他们能做到什么？当时的首相叫近卫内阁，就是开始抗战的时候，这个近卫首相要派人去跟中国讲和，去跟中国大使馆，因为日本其实也没有准备好。因为首相知道自己有多少钱，当时日本淞沪开战以后，日本只好在全国发行战争国债，因为日本政府也没有准备好，也没有那么多军队，也只有16个师团，也没有进行战时动员、征兵扩充什么。那最后近卫派人去中国大使馆，想跟中国讲和，还要派人秘密的化妆，穿着便衣，偷偷去大使馆，路上就被陆军的宪兵抓了。就日本当时已经法西斯到了，就是陆军的宪兵能够抓首相派的特使。然后说你去干嘛？你去跟中国讲和，那绝对不行。然后必须打，我们要打就得打。但是陆军当时呢是想北进苏联，海军想南进就是英美，因为海军是要资源的嘛，海军是要更多的资源。陆军当时是因为被苏联狠打2次，一次张古峰，一次诺门坎。尤其诺门坎战役的时候，日本陆军号称皇军这个那个，被苏联红军诺门坎战役是苏联红军的优秀将领朱可夫，当时当然还不是元帅这朱可夫将军指挥的。诸葛亮指挥苏蒙军，把日本精锐师团还包括坦克师团打得全军覆没，而且抓住的俘虏放回到日本，到日本的大本营去陈述说，我们号称皇军，以为自己很牛逼，但是在苏联红军面前完全什么都不是。苏联红军的炮火之猛烈，坦克之强大，那日军实际上只是比国军装备更好或者叫训练更好等等等等。但日军的装备如果跟德军，比如说跟苏军比起来，那简直什么都不是。日军的坦克几吨重，就是苏军坦克能直接从日军坦克上压过去，恨不能。那日军最精锐的师团上去，那也只能像我军对日军一样，叫身上绑着炸药包往坦克上扑，也只能是这样。那苏联的空军、装甲兵、炮兵都远远超过日军，所以日本陆军一直面临着就是苏联的强大压力，一直保持着一支强大的关东军。关东军就是为了对付苏联用的。日本陆军呢曾经做过一个规划，为什么一直就没想吞并中国，没敢想吞并中国？因为日本陆军在诺门坎战役被朱可夫指挥的苏联红军痛击之后，做了一个计划，就是战时最多扩充到能打的，当然战时到最后日本扩充师团是超过30个，当时是想到战时能够扩充到30个师团的话，当时日军计算自己的战斗力和远东苏军的对比的话，日军做的计划是23个师团用于进攻苏联，所以日军当时能想到用于中国战场的所有的兵力
而且是扩充之后的啊，不是那常备师团那么精锐的，是7个师团。所以日军始终都没有想过7个师团能够横扫中国。那直到我军在淞沪跟日军开战，那海军是一直想打英美，但是由于我们把战场开辟到了淞沪区，所以实际上是打乱了日军最开始想只是在北边弄一弄，然后也没想全部吞并中国，让再割让点吧，东北归我，华北也归我。但是我们已经不能再忍了，我坚决支持这个。中国如果这么忍下去，那一点点都被蚕食掉。但是由于这场战役，关东军也被调到淞沪前线，然后等等等等，直接改变了日本后来的整个的战略，就是后来海军占了很大的上风，就是既然跟中国全面开战了，那美国就开始，美国当然还是同情，很多时候支持中国。那美国就开始全面开战以后，美国开始制裁日本。那美国制裁日本，那日本最后只能破釜沉舟，就跟美国开战，导致了原来是二战最开始的整个的大规划是德日东西对进，先灭亡苏联。那其实大家知道，二战进程就是光德军就已经最开始把苏军打成那样，就几乎德军单枪匹马就快把苏联灭了。那如果按照最早的预想，就是说先不管美国，因为你不能同时就是二战就是3个疯子挑战全世界大哥，你德意日，你不能说一个疯子咬住这大哥，另一个疯子去咬另一个大哥，那俩大哥一块锤你就完了。所以最开始想的是俩疯狗一块先咬一个大哥，日军从东边进攻苏联，然后德军从西边进攻苏联。那德军的战斗力再加上日军的关东军，实际上苏联是很危险的，因为苏联最后有个非常优秀的间谍叫佐尔格，这个佐尔格最后是确知了日本把北进计划改成了南进。这个情报之重要，导致了兵临莫斯科城下的德军突然遇到了大批戴着皮帽子、长得鞑人样、蒙古人样的军队，源源不断的开上前线。德军都傻了，说我们算好的苏军这几百个师都已经消灭的差不多了，因为苏德战争开始的时候，德军几次大围歼战、基辅围歼战、明斯克、斯摩棱斯克已经把苏军西线主力都消灭差不多了。结果一到莫斯科前线，突然看到大批其实就是从远东前线调来的苏军，就是佐尔格一封电报，苏联确信日本已经决定南进，而不跟德国东西对进打苏联，所以从东部就是西伯利亚准备对付日本关东军前线，大批的苏军调往莫斯科前线，调往西线，才导致了保住了莫斯科，啊，才导致了后来的苏军的反攻啊，等等等等。所以我们当然不能说蝴蝶效应这么简单的一个总结，但是我想说，就是整个的二战就是因为我们决心跟日本全面开战，而不再让他一步步蚕食，所以我们主动挑起了淞沪战役，那吸引了日军全部主力，日军的主力都源南下，从关东军，从关外、关内，从华北战场，从国内，所以最终对这个打消这个进攻苏联而全力进攻中国跟英美，起到重要作用。还有一个是苏联斯大林帮了大忙，或者叫对中国起到了负面的作用，就是这个当然斯大林还是对中国抗战很好的啊。我想说，中国抗战开始的时候，英美对双方禁运，就是武器也买不到，然后等等等等。我们当时能补充的都是从苏联来的。苏联当时支持中国抗战是，最开始的阶段。但是太平洋战争之后，美国的租借法物资来了另说，那都是4年以后的事情，41年的事情，42年、43年。最开始我们能补充的空军，最开始我军开战的时候，空军都是。还是双翼机的，就是俩翅膀那种一战时候老飞机，霍克3什么之类的。所以高志航第一次，击落日机就是用的这个俩翅膀的这个 Hawk 3。高志航第一次击落日机就在淞沪战役的第2天，淞沪战役是8月13号开战的，第2天8月14号，日本的轰炸机轰炸的时候，当时在西安，当时我还是刚才讲的，空军主力在西安飞过来的时候。都快没有油了，飞到杭州直接落地就起飞，最后我军导致2架飞机由于没有油自己坠落了，但是高志航大队长还是非常英勇的，驾着辗转从西安，当时为了镇压东北军什么从西安飞回来的中央军的空军，当然高志航本人是东北空军出身啊，怀着对日寇的满腔怒火，然后击落了2架日本轰炸机。那一天8月14号就是淞沪战役的第2天，后来就被中华民国定为中华民国空军节，到今天台湾每年的8月14号还在庆祝这个空军节。
这个苏联当时我军的第一批飞机打掉了以后，就后续的补充飞机大量的都是从苏联来的，当然飞机的质量不够好啊，油也不够好，等等等等。到了后来才有了飞虎队，就是民间的英美来的支持，主要是美国啊。这个斯大林当然也帮了抗战一些物资啊等等，但是他做了一件事儿，间接导致了这个日军放弃了这个就不怕苏联了，大量军队转用在这个中国战场。就是37年的时候，斯大林开始了，就是大家可能听说过苏联的大肃反，就是肃反，当然在我红军里也有啊，也很残酷，当然也是共产国际派来的那些人弄的，但苏联自己的肃反是远超过我们，是非常残酷，苏军的肃反导致了苏军的大批将领，应该说绝大部分将领被杀，5个元帅里除了2个老的，其实已经打不了仗了，全3个被枪毙了。包括苏军光荣的优秀的统帅图哈谢夫斯基元帅，也被处决了，40多个军长只留了1个，其他都被处决了，师旅级干部大部分被处决了。日本就觉得那就不怕苏军了，苏军这大肃反把自己军队杀得精光。苏联的大肃反这个导致苏军受到重创，也导致了关东军能够腾出更多的军队用于中国战场。当然也导致了后来德军进攻苏联的时候，上来的苏军大溃败。实际上，淞沪战役，如果又让我个人来讲，我认为是政治上是正确的，振奋了民心，在全世界面前第一次看到中国人原来还能干、能拼、能有血性、能打仗。因为中国人从鸦片战争开始就一直给人的印象就是西方只要来2000人就能打到北京。来2万人就能把慈禧太后追到西安去，随便来点人就能把圆明园烧了。这个日本自己都没想到甲午战争能全歼中国北洋舰队，当时的亚洲第1舰队。日本自己做梦都没想到能一年只有几百万两银子的一个穷国，能够得到一个世界当时最富的国家之一的2亿两白银的赔偿，一路上都没想到。那中国人那时候淞沪战役是第一次给全世界看到我们有军人，我们有军队，我们有决心，然后去战斗。说一件与我自己亲身有关的小事情，就是我的外公外婆出国留学的那一天是1937年的8月17号，就是因为当时不管是考庚款的公费生，但庚款公费生就已经是比较屈辱的了，就是我们当年庚子赔款赔给八国联军的。英美放弃了很多，然后或者叫归还了很多，或者叫多算了很多，然后设立的留学基金这个庚款，我的外公考的就是37年庚款留学，然后包括前科学院长卢嘉锡院长也是那一年的庚款留学生，庚款留学生是从上海出发，坐船去欧洲，他们都是留英的，我的外婆是自费留学，然后也是那一条船。那条船8月17号从上海出发的时候，上海已经炮火连天，因为8月13号淞沪战役已经爆发了，但是租界因为没有打，刚才讲了，所以船从租界出发的时候还能走。我外公给我讲过，而且含着热泪说：“你知道我们那一代人为什么更加爱这个国家？说我们离开中国的时候，那回头看着炮火连天的祖国上海，说留学生全都趴在船尾哭，很多人都跪在船尾。”而且每个人都在对自己发誓说，我们学成一定会来建设这个国家，这个老国家实在是太心酸了。淞沪战役就到这儿就全讲完，然后接下来继续，如果大家有兴趣，还会继续给大家讲有关抗战的一些思考吧，或者叫反省，或者叫有一些历史书上并没有写得很清楚或者没有写的未来也可能包括讲到有八路军我军参与的。一些重要的战役，这个如果大家愿意听，我还是挺愿意在这个时候，重新回溯那段历史，那个我们的民族曾经最惨痛，但是也曾经最光荣的那段历史。